他为了掩盖自己的树人证，竟然在元宝山庄隐藏了这么多年。他竟对自己下这样的狠手。树皮肉瘤反复长，他就反复刮，竟然忍着这些痛苦，最终却还没能成功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树人证其实是元宝山庄金氏一族的家族病，在下的亡妻便是金满堂的异母妹妹，所以知晓此事。既然董灵、金长宝也有这种罕见的病症，那说明他们也是金家的一脉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元宝山庄的老庄主，就是因为树人证而过世的。你们尽可找来庄上年长的老仆，一问便知。这金长宝定是偷走了舶来人头，用过之后，却发现对自己的树人证毫无作用，所以才会疯掉的。他哪会知道，金满堂平时除了用舶来人头，还得配上以药材常年养出来的人血才行。舶来人头是被金长宝拿走的。原来竟是金管家为了治自己的病，设局做了这一切，最终因为舶来人头治不好他的树人证，心中绝望，才选择自尽。我看也并非如此吧。启禀指挥使，没有找到舶来人头。哼，就没找到也就对了呀。弟兄这是何意？杨兄，你可密人去金满堂的房间查一下，看看是否少了什么日用之物。是。禀指挥使，副使，旁的东西没少，只是卑职记忆中少了一个这样大小的花盆。花盆？哦，原来如此。但那花盆卑职之前搜查过，里面并未藏有东西。这花盆里没有东西，那就代表了这舶来人头就是这个花盆。什么？这花盆可比这盒子大多了，怎么可能装得进去？谁告诉你这个盒子装的一定就是舶来人头？我们当中又有谁见过舶来人头呢？这既然大家都没有见过，又怎会知道装它的盒子是什么模样？金满堂竟然用假的东西将董明骗进了密室，那就说明他把真的舶来人头早都已经藏好了。我们第一次进密室的时候呢，金管家就故意给了我们一个错误的引导，他把空的盒子打开，告诉我们舶来人头不见了。舶来人头，舶来人头不见了！之后，大家满山庄的去找，能装得进这个盒子的人头，而真正的舶来人头，就是这个花盆啊。只怕这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这个花盆了呀！你这又是何意？先说说这个金长宝吧。这金长宝算计金满堂不假，但他并非是有胆杀人，否则呢，他怎么会在元宝山庄这么多年了，却偏偏要等到现在下手？因为啊，他不是自尽。上吊自缢，锁痕只交至左右耳后，呈深紫色，而且他的锁痕之间呢，还有一道浅白。死之前应该是握着双拳，他为何双手是伸展开呢？这根横梁上只有一根绳子的痕迹。如果人真的是自杀的，会因为痛苦而有所挣扎，在这梁上留下多处挠动的痕迹，而并非只有一根明晰的雕痕。所以，这金长宝是被挪尸，伪造成上吊自杀的样子。敢问公羊老前辈，
可了解哭小兰的毒性啊？这一道毒箭浅伤，还不足以让一个内力深厚的人完全失去意识而昏过去。公羊前辈，你身为名医，你是故意知道了不说，还是另有其他的图谋啊？你这是何意？想污蔑老夫吗？哼，还嘴硬。镇中呢，最大的药铺就是济世堂了。金长宝会给金满堂去抓药，但是最近这2年，他每次都抓2副药，说明他最近这2年才开始犯病。因为担心被金满堂发现身份，于是呢，他狠心将自己的皮肤挖去，才未曾露出端倪。但他始终被病痛折磨，想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。你可千万别误会，我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董玲来找金满堂要博兰人头。他发现金满堂将董玲关进了密室，企图饿死董玲。快点，给我耍花样啊！哎呀，我都说了把它给你，你还想干什么呀？博兰人头呢？我就放那儿了，就在那儿。想跑！金满堂，放我出去！金满堂！这个时候，有人教了他一个借刀杀人的主意。金长宝确如计划的那样，成功的解决了金满堂和董玲，并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，拿走了金满堂藏在自己房间里的博兰人头。我猜的没错的话，此人就是你吧？公羊无门。李莲花，公羊前辈德高望重，你休要血口喷人。我之所以这么断定，证据有3啊。这个呢是金满堂最近的一张药方，我是从他抓药的药铺里面拿到的。这张药方和金满堂往日的药方并无差别，只是多了一味鹅竹。鹅竹活血，反而会加速树人症的病发。这样呢，就可以逼金满堂更加频繁地使用博兰人头了，好让金长宝有更多的机会啊。而这个药方修改的时间正好是17天前，正是董玲她去找金满堂，而被金满堂关进房间，同时，也正是公羊老前辈来到镇上的那一天。竟无这！老夫何时来到这镇上，你又如何能得知啊？这有何难？对于本少爷而言，不就是打着我老爹的名号去这署衙查一查，近日入神的外乡人录影，这一查便知，你还想怎么狡辩？唉，还有这意外的发现，写给金满堂的这些勒索信，和这药方上的字迹居然是一样的。公羊老前辈，你是不是没有想到？有人会查这个药方，忽略了自己的笔记啊！我知道了，你与金长宝里应外合，故意营造出有人要杀金满堂的样子，还有夺他财宝，就是为了让他为保小命，昭明医会，目的就是为了让你能名正言顺地进入元宝山庄。是又如何？老夫身为杏林中人，对江湖上传闻已久的能治百病的博兰人头有所好奇，略施小计进到这山庄，你又如何能说是我杀的金长宝呢？他也没有一口咬定就说你杀的人呀。没想到还这么嘴硬啊，公羊老前辈，看来我只能拿出第2个证据了。前辈，得罪了。金长宝答应和公羊前辈合作，但他并没有完全的信任你，想必呢是提出拿到博兰人头之后，想让前辈给他治病，所以才会把这个博兰人头作为交易。公羊前辈也正是苦于此。那日呢，你就跟踪芷鱼姑娘，却没有想到的是，你还真的发现了芷鱼姑娘割血的秘密啊！于是公羊无门就拿了芷鱼的血和金长宝交换，再伺机夺走博兰人头，再杀他灭口。
可惜的是，前辈拿的并不是芷玉姑娘的血。所以你用你的血骗了金长宝，这可怜的金长宝还以为自己拿到了柏兰人头和芷玉姑娘的血，病情就会好转，谁知却一点效果都没有，所以才会魔怔发疯，然后你就借此机会趁机杀了他。一派胡言，一道伤痕而已，编出这么多故事。行，我还真的准备了第3个证据。等等，你说公羊无门杀了金长宝，我们搜遍了他的全身，也没有查到致命伤，验过了也没有中毒。如果不是上吊自缢，那他是怎么死的？素闻公羊无门前辈68神针，针针所到，妙手回春。这根针囊里面有57根，金长宝的头上正好有10根，还差1根。就在这里。凶手就是你，公羊无门。启禀指挥使，副使，是公羊无门的包袱里发现此物，在公羊无门的房间发现和金满堂屋内一样的花盆，清洗过后确实是舶来人头。这就是柏兰人头。下去吧。是。既然凶手已经抓到，柏兰人头也已经找到，人证物证，我要带回监察司受理。哎，慢着，这宗正大人，你倒是忘了，朝廷也武林陛下的规定了。此乃江湖事，理应由我们百川院来处理，还轮不到你们监察司来越俎代庖。此事我还就管定了，百川院又如何？这规矩早就该改改。今天我就让你们见识见识监察司的厉害。周正秘书，谁敢动我百川院的人？刘远春，你！我以监察司副使的身份，令你们立即撤出元宝山庄，余下主使皆交由百川院处理。你别忘了，我才是指挥使。诸位都是监察司精锐，也与在下共事多年，当知我监察司的职责和御下的规矩。杨副使说的没错，按例律，此事我们的确无权僭越。你们敢违抗我的命令？你若还不罢手，我就只好请出御赐天龙令，触犯监察司立司原则，当杖摆。你是要我在这里行刑，还是押你回京？好，监察司总算还有点骨气。拿着，从此你就正式是我们百川院的人了，以后可不能叫监察司欺负了去。多谢石爷姐，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收到来信了。来，看见没有啊？我们百川院的事儿，你就少来掺和了。今日我且斗不过你们，但你们也莫要嚣张。万圣道在江湖中崛起，又与朝廷交好，早晚会把你们百川院取而代之，你们得意不了多久了。万圣道，石姑娘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这宝盒和公羊无门交还给百川院。石院主，杨大人，犬子身患数人症，唯有这柏兰人头能救治其病，请二位大人看在我多年来救治病人的份上，借柏兰人头救我儿子一命，
简先生，我听说这博兰人头治树人症。 罡气果然解了，现在神清气爽啊！你罡气是解了，也不用谢我啊。我跟你讲，我刚才感受了一股真气的助我，这感觉也太奇妙了。哦，那定是这博兰人头的缘故吧？池姑娘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这宝盒和公羊无门，交还给百川院。 石院主，杨大人，犬子身患树人症，唯有这博兰人头能救治其病，请二位大人看在我多年来救治病人的份上，借博兰人头，救我儿子一命。罡气果然解了，现在神清气爽啊！你罡气是解了，也不用谢我啊。我跟你讲，我刚才感受了一股真气的助我，这感觉也太奇妙了。哦，那定是这博兰人头的缘故吧？真是个好东西。这个博兰人头，至阴至寒之气果然厉害。要说你是件宝物吧，却因此死了这么多人，真不知道是救人还是害人，还是赶紧放起来。 这是什么？这个东西不简单啊！金满堂居然将它和博兰人头放在一起。这像是南印文，之前在一品分当中，好像也出现过这样的文字。这我就记不清楚了。 南印灭国之前，确实跟中原交好，还互有通婚。这金满堂又有收集奇珍异宝的癖好，说不定正好收集了从南英国回来的宝贝吧。算了，管他什么宝贝呢，也当不了什么饭吃，还回去吧。放好，小心点啊。来。 啊，今晚的月色真不错，
你接下来准备干嘛？你这2句话好像也没什么关系的。你少啰嗦，本少爷可是在国子监上的学，文采好得很。我就是要问你，既然我罡气也解了，这刑带牌子也拿到了，要不，你跟我一起闯荡江湖如何？不怎么样。为什么呀？我的武功加上你的脑子，一定能名扬天下的。那然后呢？然后，就成为人人敬仰的大侠，一起为这个江湖主持正义，多好啊！那再然后呢？再然后，就功成身退，成为一代传说。嗨，这便是一代大侠最体面的收场。那还有呢？还有，就一起晒晒太阳、钓钓鱼，别提多自在了。那我现在不就是这个样子吗？何必要等到以后呢？这怎么能一样呢？你最起码得去武林巅峰看一看，哎，去那武林最高处瞧一瞧才行。那高处我去过，没意思。你就胡扯吧你！你去过最高的地方，就是那灵山派的2层小楼。说吧，或者你想去哪儿，我陪陪你也行。我想去哪儿？去哪儿？我想去趟茅房，这你就不用跟着我了，拿着。快点儿！哎，慢点儿。这武功真差，改天好好教教你。哎，我这2两银子到底去哪儿了？宗正明珠，把东西留下，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。这上面倒是挺冷的，他怎么还不回来啊？该不会又跑了吧？到底是谁？这白衣大侠是谁？糟了，李莲花呢？醒醒！哎，这我怎么在这儿？走错房间了？什么走错房间了？你喝多了吧？什么酒量？这个怎么又被你拿回来了？我跟你讲，刚刚宗正明珠出现了，想要把他盗走，幸亏出现一位白衣大侠保住了他。白什么？刚才那位白衣大侠绝对是个绝世高手，拿根树枝都能当剑，一招就把这宗正明珠给打跑了。你不知道刚才那一剑，剑之快，根本就看不清虚实，
哎，剑在他手里，飘逸灵动如蛇，剑气一出就气贯山河。啊，除了我师父李相夷，我还真没见过这么厉害的人呢。啊，这么厉害呢？哼，你又不会武功，跟你说这些干嘛？还是看看东西有没有丢吧。哎，这冰片怎么丢了？宗镇明珠拿走了，怪不得，原来宗镇明珠一直想要的不是这博兰人头，而是冰片。这冰片到底是干什么用的？值得他费这么大的劲吗？这个我还真不知道。你们在这儿？哎，你们大半夜溜进人家宝库做什么？什么？刚刚宗镇明珠呢抢走了一枚冰片，这上面有南印的文字。我觉得这个金满堂好像有其他的秘密。南印？哎，你们有没有闻到一种熟悉的味道？这是生灵骨。生灵骨是何物啊？我听我爷爷说过，这是古南印的一种猎血，他们挑选最通灵的白猿，精心养到成年，然后将白猿的皮生扒下来做成骨，还用它的骨头做骨棒。他们说这样做出来的骨伤能直通他们的神灵。这古南印人这么残忍吗？所以这香味儿是这骨散发出来的。这个味道和之前金满堂屋中芷玉姑娘身上的味道是一样的。没错，就是这个味道。为何有这种香味呢？之前听芷玉姑娘说，这种香点燃可以麻痹痛感，生极乐之境。我当时还纳闷，这天底下居然还有这种东西。哎，你们瞧，这里还有些。之前我在金满堂的屋中就闻到过这个味道，我觉得很熟悉。我一直以为是芷玉姑娘身上所有，没有想到的是，原来我很早之前就闻到过这个味道。师兄的尸体。当时师兄的尸体留着那把结香，就是这个味道。李莲花，想什么呢？啊，我只觉得很可疑。这南印已经消失了近100年，为什么金满堂收藏了这么多有关南印的物品？而且这个树人证，中原也十分的罕见。莫非他祖上就是南印的？我看到红杉木的时候就觉得奇怪，这金满堂明明是做木材生意的，怎么可能富可敌国呢？都快赶上我们天机山庄了，这当中一定有蹊跷。此事还需禀报百川院，让他们派人查查此事。苏姑娘，在下又有一个忙想请你帮忙。你说，这丢失的冰片是南印文。苏姑娘从小就跟着万人册走南闯北，见多识广，不知可否帮我翻译一下这南印文和这个画是何意啊？这个呀，简单。不过我这次要是帮你的话，你拿什么来报答我呀？你这话说的，
难不成要我们家李莲花以身相许不成？也不错啊。你别得罪。不过，我本来呢是想让李莲花再做一顿饭来交换的。嗯，这个好说的呀。师兄此时身上为何会有和南域神灵骨一样的像？金元盟的领事手册记得很清楚，单孤刀被剑左胸贯入而死，三王中只有阎王许命持剑，他当时犯错，我罚他自负右手1个月，就算动手，也应该是左手，绝无可能右手剑杀你师兄。难道师兄的死真的不是金元盟所为？门主，怎么了？二门主在阳沙谷被金元盟3王围攻，危在旦夕。门主快去救二门主！是。我们跟随二门主出去办事，突遭金元盟3王带人袭击，我们寡不敌众。二门主立刻派人回去报信，我等随二门主浴血奋战。最后二门主为了保护手下的，独自引走了3王。等我们赶来时，二门主已经死了，身上的剑法当时出自阎王寻命。早知如此，便不该与他们结什么盟。金元盟欺人太甚，难道还要这么忍下去吗？血债血偿，血债血偿！若是狄飞神所言非虚，那当年的事不仅仅牵扯到师兄的死，还牵扯到四谷门58位兄弟的命。不行，我必须要查下去。我绝不会让师兄还有58位兄弟死得不明不白。李莲花，谢谢你的美食，很好吃。不过我爷爷昨日来信，说让我回去了。你放心，你交给我的事情，我一定帮你查清。那就多谢了。告辞。哎，走了，不送啊！切，有胆子在金元盟和四谷门之间做手脚，此事背后恐怕深不见底。我孑然一身，生死不论，不能让这臭小子再与我一同涉险了。何况，昨日妄动剑招，再这么下去，迟早被他猜出我的身份。李莲花，我昨晚跟你说的事情考虑怎么样了？我去哪都没问题。跟你说话呢，你想什么呢？我在算一般信烟，要多久才能把信号传到这个天机山中啊？什么信烟啊？你小姨给的信烟。李莲花，一个玩笑开3次就算了，你是当真觉得我不会生气吗？我一个人自在惯了，不喜欢与人相交过甚。这莲花楼也不大，只能容下我一个人，多一个人，那就是麻烦。而且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我这个人对长安一点兴趣都没有。要不是看在单孤刀的面子上，我欠他一个人情，我也不可能会帮你啊。如今你的罡气已解，咱们只能各走各的路了。你对长安不感兴趣，那你还让苏小红帮你查了个什么兵片？竟然一直这么看我，道不同不相为谋，我们不是一路人。
好一个道不同不相为谋！我方多病教我随心，没想过成为你的困扰。既然如此，那我这个没用的富家大少爷就没有必要纠缠你。再见！我再理你就是狗！骂谁是富家大少爷呢？谁不会独立行走啊？我这样不要走了吗？切，谁稀罕？方小宝，小姨，你好啊，小姨，你去哪儿了？你把我绑在这儿干嘛呀？小姨，李莲花，他日山水有相逢，本少爷再理你就是狗。李先生，得多谢李先生又帮我拿下了家里这位皮猴少爷，不知可否能邀请先生一同前往天机山庄，好让我在庄中盛情招待，聊表谢意。何姑娘不必这么客气。都这么熟了，见什么外呀？叫我小凤就好。好，小凤姑娘，其实我有一事想问，不知方不方便？小凤定然，知无不言。四顾门二门主单孤刀，是不是方多病的生父？你怎么会知？李先生何来此言？莫不是在跟小凤说笑？先生，您这话可真是太有趣了。何姑娘，我想起来我还有一些其他的琐事，那就不叨扰你了。哦，啊，对了，先生居无定所，乔安冕姑娘只得托天机堂转交她的喜帖给先生，正好赶上了。那我就先走了。小姨，你什么情况？怎么能把我跟公羊无门绑在一块儿呢？我怕你跑啊！跑什么呀？我跟你回去就是了。站这别动啊！石彦主，有你亲自押送我就放心了。石姐姐，好巧啊！啊，你别在意啊，我们家的长辈就是喜欢这么关爱晚辈的。是啦，小树不修不直，孩子不教不乖，困死了他，看他往哪跑。闹了半天和我一样。我被捆着是等着回去吃香喝辣当大少爷的，你呢就不同了，你得被关去那百川院188牢，里面关的是历来最恶的恶人，好好享受吧你。方公子，你生母何小兰怀你之时险些滑胎，可是我救回来的，这救你一命之恩，你可得还呐。笑话，你说的是哪门子胡话呢？何小兰是我二姨，知道吗？何堂主和方大人我可诊过，本无缘自私。方公子的年纪与何二小姐怀子时日相符，你若想知道自己真实的身世，就先保下我，别为了想脱身胡说你。哼，好，方公子既不愿意保下我，那就好自为之。你们在嘀咕什么呢？带走。哦，石院主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就带我家皮猴少爷先回去了，咱们后会有期。石院主，公羊无门被劫走了。是什么人？严甲车，闲日年。啊？闲日年？日君岳王。感谢圣女相救。这废物，你还要救他？他功夫不行，治病治毒倒是个好手，自是有用。
今日贤人撵到，果真所向无敌，强悍的很。那是自然，可惜就是造价太昂贵了，也就这么1、2台。阿乔放心，玉城宝库都快被我搬空了，待我把材料一一备齐，阿乔想造几台都不在话下，到时必能大杀四方。什么7门8派百穿越，又能奈金渊盟如何？你做得很好。就够了。时间不多了，我总要查清楚师兄到底被谁人所害。看来我还是得回趟四顾门了。莫非尊上已经知道李相夷还活着？或许他已经见过李相夷了，为何他毫不吃惊？如果是真的，他为什么把这些都瞒着我？他还是不信我。此番去查元宝山庄的人，有查出什么可疑吗？有一个神秘的莲花楼楼主李莲花，这个人身份莫测，查不出来路，相貌年纪跟李相夷倒是有些相似，不过此前一品坟，尊上跟他打过照面。你的意思是，那是尊上竟没杀他？这李莲花跟李相夷不会有什么关联吧？那老婆子派人把他抓来，让圣女问个明白。别急，不要打草惊蛇，日后更麻烦。下月初7，萧子清跟乔婉冕在四顾门就居大婚。当年李相夷爱乔美人至深，如今他若活着，他不会不娶。我不妨一试。公羊无门，他夸下海口新制的毒药，最好真那么有用。躲呀，接着躲呀！让你老娘好好看看，你在外面学了什么能耐！行啊你，连这惨绝人寰的千刃万刀阵，都用在你亲儿子身上了。我看，今天我过不去，干脆撂这得了。反正我是绝对不会娶公主的。行啊你，下手这么狠，难道我不是你亲生的吗？你这个臭小子，胡说八道些什么？哟，怎么还急了？难道还真不是亲生的不成？你这个混小子，果真是欠收拾！脑子犯浑，就在这上头多吹吹风，好好清醒清醒。少爷，你小心点儿。这反应这么大，难道真有问题？小宝怀疑自己的身世，不应该啊！二姐和单孤刀的事没几个人知道，莫非是那个公羊无门？真是冤家路窄啊！还是那个李？谁？哼，还能有谁？自己家里鬼鬼祟祟，赶紧滚出来！还不赶紧滚进来！行啊，这么快就闯过了千刃万刀阵，你小子长本事了，不错。说吧，想要什么？娘讲给你。我都听见了。
我们都跟我说了，他说给你和我爹看过诊，你们没有子嗣的缘分。啊，这孩子，你被那个千人万刀阵折腾傻了？什么没有子嗣缘分？那你是从哪儿来的？你可不就是你爹娘亲生的？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这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秘密，何苦不告诉我呢？娘，我只是想知道个真相。单孤刀不是我舅舅，对吗？他和我二爷是我亲生爹娘吗？小宝，你娘亲本不想让你知道这些。你娘亲那年也不过18，一心只想着闯荡江湖。这一点，你跟她是真像啊。可是江湖热闹的让人眼花缭乱，也是那江湖最容易让人丢了自己。自己都护不住，就别乱救人了。什么叫乱救人啊？要不是因为我，你就没了。这些别搅和，我自己能解决。要你多事啊！你武功这么差，将来不要乱逞能，小心把自己也折进去。哎，你把话说清楚啊！你少瞧不起人。那是他与单孤刀初时，你娘亲心高气傲，就跟在单孤刀的后面。2个人一起走南闯北，经历了不少事。到了后来，一心闯荡江湖的他，心里便只有单孤刀一人。可是单孤刀呢，心里却只有江湖。他只想着扬名立万，威震天下。你娘亲被他伤透了心，怀着身孕回到了天机山庄。她怀你时受了重创，你也不足月就生了下来。可是你娘亲却没有挨过去。这是你娘亲自小就带在身上的，你娘亲多想一直陪着你啊。瞒着你是你娘亲的意思，她没告诉单孤刀你的存在，临终时只是把你托付给了大姐和大姐夫，希望你能平安长大，平凡一生，莫涉足江湖。因为这样，才不让我闯荡江湖。是啊。可后来单孤刀还是知道了你的存在，他来到天机山庄，想要把你带在身边。可当时你年纪还小，又体弱多病，怎么能跟着他一起闯荡江湖呢？我跟你爹自然是不肯的。小宝，你可是我亲手一把屎一把尿带大的，你就是我亲儿子，我怎么能让别人说带走就带走啊？单孤刀也算是尊重了你娘亲的遗愿，就没有再认你，只跟你说他是我失散多年的兄弟，就让你认他做舅舅吧。再说这单孤刀，
满心江湖地位、事业成就，她做不了丈夫，也当不了父亲。那些混迹江湖的人有什么好？一个个亲恩淡薄，心无定性。方小宝，你可不许学成那样，听到没有？哎呀，哪能啊！咱们小宝可是顾念亲恩的好孩子，大姐，你手把手教养大的，还不知道他自来最懂事孝顺了。娘，这些与我都是旧事，我只是想弄个清楚，不再犯糊涂罢了。在我心里，你和我爹都是我最亲最亲的亲人，这个永远都改变不了的。你心里知道就好。你亲爹亲娘已经不在了，你就是我天机山庄的种，我不疼你疼谁呀？哼，好了，今天这话说开了，以后就再也不谈了啊！以后谁也不许再提此事了，听到没有？还有，你小子休想趁着这旧事给我装可怜耍性子。知道啊，娘。哎，是不是还一心想着要闯荡江湖呢？我告诉你啊，这天机山庄外的大阵我全都打开了，你想溜出去门儿都没有，你就踏踏实实的在家待着，回头乖乖的去给我做驸马才是正经。哼！娘，你管管你姐姐啊！有本事你管！真美。从前我只当你是没有见过面的亲人，从来没有想过去探究你的过去。你长什么样子，喜欢什么，讨厌什么，我都一概不知啊。方小宝，就知道你会来这儿。这都是他画的。嗯，他是爱把看到一些新奇的或者喜欢的东西画下来的。那你可有见过此物？大概是你娘亲在哪儿瞧见的稀罕玩意儿，我却看不懂。这冰片我倒是见过实物，金元盟似乎很想要它，可你说我娘又是哪见过的呢？肯定不是天机堂的东西。不过细看这些齿痕，倒像是对应锁孔的。锁孔？你是说，这冰片其实是个钥匙？嗯，像是某种机关锁的钥匙，但不是中原的技法。我明白了。你明白什么了？我明白了，小姨。哎，小姨，你不用明白，这李莲花更不会明白。我倒是让见识见识，什么叫百川院的刑探。对李神医尊重点儿。当初啊，乔婉冕在李相夷死后啊，不愿意离去。萧子金不想违逆他的心意，希望啊，他慢慢的走出旧情。于是，在四顾门旧居扩建了一个木冕山庄，陪着他一直住在这儿。不管怎么说，这里是四顾门的故地。萧子金想要迎娶乔婉冕，在这儿办婚仪，
像话吗？李相夷神谷10年，四顾门早就没了。时过境迁，什么亲人朋友，也需往前看了。四顾门可不是一般的江湖门派，李相夷更是侠义正道之魂。萧桥大婚，我无心之悔。可若是四顾门旧故，任由四顾门风流消散，要抹去李相夷的过往痕迹，那我第一个不愿意。是这个道理。如今江湖大乱未起，却已处处隐忧。曾经为了追随武林公义而设立四顾门的热血，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被遗忘。哎，你们听说了？金渊盟大魔头狄飞升已养好旧伤，四处立威，都向百川院下战书了。哎，你们说啊，这次萧桥大婚，金渊盟会不会来挑事啊？你的旧伤呢，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给你开了个化瘀的方子，这过往输赢啊，要放得开。10钱。随手写个破方子就敢要10钱，这钱也太好挣了吧？哎，好巧啊！这种糊弄人的东西，一文不值啊，兄弟。给你提个醒啊，别再上当了。愣着干嘛呢？赶紧拿钱跑啊！各位，快来看看，快来看看啊！快来看看！来，快来看看，快来看看啊！这个人打着神医的招牌，其实毫无医者仁心，说谎不眨眼，骗你没商量，谁信谁有病？哎，各位，好好看清楚这个人的脸，还有这个招牌，告诫身边的朋友们，别再上当受骗，给这个骗子送钱了，听到了吗？来福子、谢白配的甚妙，是个好方子。是吧？我义兄关和梦师出名门，在江湖上也算小有名气，人称乳燕神针。他说的好方子，那必然是不差的。各位，莲花楼主人李神医绝非浪得虚名。他是李神医，就是他呀！这位公子，乱编排瞎赞熬别人，可是要烂舌头的哦。是他就是。看看，又来个骗子。苏姑娘，上回你就打着乳燕神针的名号忽悠人，这回这个又是不是真的呀？哼，那便试试我的针吧。哇，跟你开句玩笑而已，怎么还当真呢？乳燕神针，久仰。你看啊，切，这么快就跑了。二位客官，点什么？李大哥，今天想吃什么随便点，我请客。掌柜的，哎呦，公子，我包下这间客栈的时候跟你说什么来着？哦，公子您说过的。这客栈里所有的客人，吃的住的都算到您的账头上。唯独强调一点，就是有个蓑衣布包，腰间挂个蓝布袋子，有个叫李莲花的人，不准进店。不准。莫非客官是？啊，我就是那个不让入住的客人啊。还愣着干什么呢？赶紧请坐。不是方多病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李大哥怎么得罪你了？再说了，你搞得这么老死不相往来的，什么意思啊？错，本少爷不老也不想死，更没有与你的李大哥老死不相往来，是你李大哥的问题。方小宝，你怎么跟李先生说话呢？李先生，我们家小孩不懂事，您可千万别见怪啊。小姨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掌柜的，给李先生准备最好的客房和酒菜。哎，好嘞，好嘞，这就去。小姨，你怎么还帮他呢？他这个人表里不一，出尔反尔。你别说了，赶紧跟我走。啊？走去哪儿？哎，走！李莲花，你给我等着啊！快走吧你！李大哥，你上次让我查的那个南印文，我已经查明白了。要不然这里人多，我们出去走走。等等，李前辈，在下有一事讨教。我有一位病人，因中毒疯癫，自言日见鬼魅，经济增重，夜不能寐。
而后持刀杀人，十分狂躁。我用药数日，银针刺血，却久不见效。病人若是武林中人，内力不弱的话，可试过取新鲜虎掌，加以处理，即忍服下。虎掌乃剧毒，未经炮制，岂可轻易服用？这无疑是以内力修为与剧毒搏一次性命，是在杀人。以毒攻毒罢了。若想清醒一点呢，不妨去搏一搏。若是内力不足的话，那么我建议可以药汤泡过之后再用。虽然虎掌有剧毒，却能延迟或缩短疯癫发作的时间。治病救人，若无十分把握，岂可轻言？你如何保证病人服下虎掌之后不被毒死？那自然是不能。你这是草菅人命！关大哥，只要有人以至纯内力化解毒性，就不会有性命之忧。这天下有几人有这种功力？至纯内力非扬州慢莫属，他有何本事让李相夷活过来？这以命试毒的法子，如此残忍恶毒，你还替他说话？小姐这妆实在是素了些，明日还是戴萧大侠先前挑好的金凤衔珠的头冠吧，毕竟是大婚啊。萧大侠依着小姐一切从简，以为照顾小姐习惯，仍将这旧居处作新房，婚后也不搬动，实在处处为小姐思量。我是不是任性？紫金他向来最喜欢排场的。是奴婢多嘴，萧大侠向来只顺从小姐心意的。他说过，只要小姐开口，为小姐去死也值。我怎么会叫他为我去死？我痛恨所有抛弃一切、轻易去死的人。李大哥，李大哥，真的是你啊？干嘛戴着面具啊？我这个江湖游医结下的梁子，自然也是不少的。戴上这个面具啊，我心里不慌。原来如此，这2日木冕山庄上下来往，可都是江湖人，小心驶得万年船。是啊，我听说这个木冕山庄的景色堪称一绝，就想上去感受一番，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进去。李大哥怎么不来问问我呀？我可是正好要去拜访乔姐姐呢。哦，你认识乔姑娘？关大哥跟萧大侠之间有交情，他们之前带我去小金峰游玩的时候认识的乔姐姐。唉，那时候他正等了10年，才确认李相夷已身亡的消息，还为他建了一座衣冠冢。唉，10年，这么漫长的岁月，萧大侠就这样痴情地守护在乔姐姐身边，如今修得正果，实在是不易。斯人已逝，活着的人才更要好好珍惜现在的生活。哦，对了，你之前说你已经查到了南印文。哦，我正要找机会给你，差点忘了。你看，这就是那南印文的意思。染乳之躯，很像献祭祭文，这有出处吗？爷爷也这么说，可惜关于南印的史料记载实在是太少了，他还没有查到来历跟出处。不过，哎，你看这个，他查到了你画的这个标记，这个标记叫碎眼，说是南印的一种邪神标记，这个标记代表着复仇与吞噬。爷爷说他跟祭文诗句是一致的，他在往这个方向查。复仇吞噬，接元盟到底想要做什么？南印文、南印香，到底跟师兄玉还有什么关联？乔姐姐，乔姐姐。
小庸、李先生，你们怎么一起来了？乔姐姐大喜的日子，我自然要多沾沾喜气啊。刚好李大哥也在，我……原来李先生就是你心中的意中人吗？李大哥他是很好的人。乔姐姐，明日婚礼了，你可欢喜？我自然是十分欢喜的。相知相守难得，恭喜乔姑娘了。我带了点喜糖作为贺礼，不成敬意。多谢先生，先生有心了。久闻这个山庄景色不错，不知在下可否在庄中自行转一转？李先生请便，刘小庸陪我说会儿话就好。乔姐姐，李大哥他不擅长言辞和交际，乔姐姐莫怪。这礼堂虽不是特别贵重，必也是真心准备的。我说他什么了，你就急着护他。其实他送我喜糖，反倒让我觉得很亲切。人生过半载，渐渐入戏，少年不了情意，往事又不提。倒酒可白衣，翩翩入戏，只知笑而不语，一厢深情举杯饮不尽。长夜漫漫陪月亮在屋顶，拨开云数星星，就知情仇忽远又忽近。自古有多少英雄豪杰，能够一生死赌得过爱恨的输赢？酒一杯，逍遥最相宜，提一笔，故人同归去。不过是挑个自己喜欢的结局。问一句莲花的悲喜，断一柄弃剑入情泥，寥寥心事。门主，乔姑娘现在在门外呢，说说呗，什么时候娶人家？今天是门主18岁生辰，你就开始催她娶亲，不嫌太早吧？哎，不早，有人18呀都抱娃了。门主，比乔姑娘再好的呢，也别讲了。反正早晚都得娶，不如早点把婚事办了。我们这都着急吃喜糖呢，是不是？哎，没错，是呀，没错。放心啊，阿冕出嫁的那天，少不了你们的喜糖。当然，最甜的喜糖，那是留给我的阿冕。听见没有？门主心里面早就有所安排了。我们祝门主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早生贵子。来来来，喝酒喝酒。问一句莲花的悲喜，断一柄弃剑入情泥，寥寥心事只不负众生而已。还都是老样子。当时师兄出事后，我将他身上的物件都收到了这里。哟，这是又拿什么东西了？啊？哎，你怎么在这？这是我舅舅的故居，我来这里很奇怪吗？反倒是你，这鬼鬼祟祟的进我师傅房间干什么呢？别又说你迷路了。机会难得，我只不过是来观赏一下四顾门的景色。看完了之后呢，也没有什么不一样的。走了。你向来对江湖琐事不感兴趣，怎么会突然对四顾门感兴趣了？
机会难得，一时兴起，不可以啊。你会来乔安冕的婚礼就很奇怪。你说为了单孤刀的遗愿寻找骸骨，偏偏又认识销声匿迹10年的狄飞升，现在鬼鬼祟祟跑来这里，这里才是你真正的目的地。李莲花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嘴里能不能有句实话了你？这破案上瘾了是吧？我没有兴趣跟你个小朋友打哑谜啊。金渊门肯定有什么阴谋是跟一品坟有关，也跟被抢走冰片有关。单孤刀的死同样牵扯其中。这些事，别以为只有你能想得到。你知道一些什么？我知道你肯定不知道，重要的根本不是那些符号，而是冰片本身。不知道那是什么了吧？咱们俩打个赌，看看谁先查出金满堂背后的真相。哦，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查这些了？切，少废话！你小朋友就是小朋友，有什么底牌别轻易的献给别人看，长记性啊！李莲花，你给我回来！你这个老狐狸！小勇，可否请你爷爷帮我确认一下，这香跟元宝山庄的南印香可是一种？这残香，放心，残香的来处我现在不能说，但是绝对没有任何恶意。我相信你的，李大哥。下山之后，我就用信鸽传给我爷爷。那就多谢了。不过我还有一件事想要请问你一下。听说南印有拇指大小冰片一般的东西，据说是跟邪神符号祭文诗句有关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？我一道向爷爷问明。明日婚宴后，李大哥不妨在这小清风多逗留几日，我们可以一边游览山中美景，一边等爷爷的消息。好。明日婚宴，一切顺利才好。恭喜啊，楚林姐，恭喜恭喜！萧大侠，恭喜了！你还是来了。请进。李大哥，小叶，你看那个李莲花，李大哥最近可好？还挺好。昨天刚拒绝当你的婚宴男伴，现在转头跟这个苏姑娘站在一起了，这也太不把你这武林第3美女放在眼里了吧？性子就是呀，太不知好歹了，得好好教训他一顿。不拿下李莲花，我誓不罢休。哎，怎么成拿下了？你热不热啊，李大哥？李神医，昨夜本邀先生观月同饮，奈何先生早已休息，待会儿不如坐我边上，把欠下的酒给补上。何姑娘，我呢酒品不太好，如果在这个喜宴上喝醉了，就有点失态了。李大哥都说了，何姐姐何必强人所难呢？李大哥还是坐在我边上比较好。这还轮不到妹妹说话吧？我就说，你说啊，我就说她要跟我坐在一起，明明是跟我坐。哎，来了来了。阿面。
你要对自己好一些。感激各位远道而来，有招待不周的地方，还请海涵。哎，你们喝，你们喝。哎，来，纪大哥，新婚快乐！哎呀，感谢纪大哥能过来，小弟先干为敬。祝贺你俩。纪大哥，坐。白大哥，哎，小兄弟，多年夙愿终于达成，可喜可贺啊！白大哥，你是知道的，百川院对婉冕来说那就是家，你们就是他的家人。哎，我不管外人议论什么，能得到家人的祝福，那就足够了。哎呀，小兄弟啊，你跟乔姑娘那是天造地设，羡煞多少旁人呐！你看这大喜的日子，可都是来为你庆贺的。你这酒量浅，少喝一些啊，喜酒不醉人。哎，对。坐，白大哥，坐。来，水水姑娘。哎呦，你看这老四一向是急脾气，这喜酒还先干为敬了，这还。石水姑娘向来敬仰相宜，不待见我，无妨。可我跟婉冕呢，本来就没有什么对不起相宜的地方，今日更是痛快。好，哎，你们喝。哎，这是吃菜啊！来，行了，坐下。恭贺萧大侠与乔姑娘喜结连理。那个，婉冕写请帖的时候呀，还特意嘱咐我，一定要请李神医啊，要感谢你，带来了相宜身故的确凿消息。我呢也是很庆幸，这个萧大侠，今天与乔姑娘本是大喜之日，与已故之人毫不相干，当尽兴尽情才是。恭喜啊！萧大侠，你这话有失坦荡了吧？什么叫庆幸呢？若是李相夷能够活着回来，你又当如何啊？萧大侠莫怪，我家小宝啊，喝多了胡言乱语。祝萧大侠和乔姑娘喜结连理，百年好合。无妨，啊，大家尽兴啊！坐，来。方小宝，我知道你稀罕李相夷，容不得别人说他，可人家办喜事呢，你在这儿泼什么冷水啊？想赢得家人心，就得靠自己本事。我看你啊是满身邪气没地儿使，要不然你就去那外面比武台子上打去，别在这儿闹事儿。切，这喜酒不喝也罢。小心后腰，运气向下，峰回路转。弟弟上来了，速去通知小子精。谁在传音帮我？洪都病没事，看来你把扬州慢交给他了。若是10年前你交给他，他用其内力还能解你的毒，救你的命。可现在的扬州慢，只能顾他自己无忧而已。你来不只是为了试探方东病，你要做什么呀？我刚查过，
188牢第一天子牢就在此，阎王寻命也在此。我来带他走。你找不到天子牢的，你会帮我找到的。我不管你对乔婉冕是何等情感，我不杀女人，杀萧子金，我没有什么顾虑。我带你去。好。武林，你什么人？碍事又碍眼，给你多划几刀。你是谁？江湖提及美人，必要把你我并列。那你说说，咱们谁更美？不过我今天来不是跟你比美的，我是来告诉你，李相夷，他还活着。他在何处？我也想知道他在哪儿。穿过这片梨花林，就是天子牢所在。相思梨花镇，有所耳闻，解法。这相思梨花阵呢，借后天八卦起，阴阳颠倒而设。死门在天前，生门在地坤，开门在山艮。投石问路，你便能安然的度过。这恰好那枚铜钱让生门又变成了死路呀！你以为这就能困得住我？那自然是不能了。不过今日呢，武林各派也都在，你也无法轻易的闹事。在天子牢这边。哎，先走一步了啊！狄飞生被困在相思梨花镇了。哼，这大魔头是主动送上门来给我们抓呀！啊！
此阵一毁，大家当心。倒是些老面孔啊，可惜都是手下败将。10年未见，狄盟主今日前来，所谓何事？10年不见，你的武功还是一样差，没资格问我。萧某虽非武林第一高手，但若狄盟主想仰仗武力扰我婚宴，休怪萧某不客气。狄盟主的武艺精进了不少，听闻狄盟主观音垂泪修复内伤颇有奇效，可也难敌我众人之力。一块上，不用跟他客气。婉明，婉明，他在受好病。冰中禅，血霜寒，解其毒，扬州慢。是蒋立乔，他给乔姐姐下了毒。关先生，你善用金针解毒，这毒你肯定能解，你救救婉冕。我刚刚已经问诊过乔姑娘了，这冰中禅、血霜寒是2种剧毒叠加，毒入口直入肺腑，半个时辰就能让内腑结成冰。此毒无解，只能用至阳至纯的内力护住内腑，借之与剧毒相抗。待冰中禅药发之后，病人方可平安无事。至阳至纯的内力，抗寒的内力，若是有丝毫霸气，便会伤及受冻伤而极度脆弱的腑脏，让病人更快死亡。这天下至纯内力能做到此的，唯有扬州慢。所以才说，解其毒扬州慢。否则3个时辰之后，冰中禅发作之势难挡，乔姑娘将全身结冰而亡。扬州慢，那是李相夷的独门内功。若是真能救婉冕，叫我跪下求他也罢。可李相夷早就已经死了，小李巧那妖女究竟想如何？也不必非得用内力救治。可否让我看看乔姑娘？这没你的事儿，别动婉冕。你有别的办法救她？其实我之前跟关先生已经探讨过以毒攻毒的方法，只见普渡寺无了方丈用过此方法解过毒。无了方丈他验证过此法，过程自然是不简单，须得毒性相克。冰中禅的寒毒正可用鹤底红相抵，用特制的药汤封住鹤底红的毒性，再用针灸之法直接导入肺腑，可有奇效。
可是，请吴两方丈过来，来往得需要3个时辰，根本来不及呀。方丈在解毒的过程当中，我就在旁边熟知一二。诸位要是信得过我的话，可否让我给乔姑娘试一试？当真能解？你若信口开河，可知后果？人命关天，我岂敢儿戏？但血寒冬梅、新春里、夏末和早秋菊各60朵，用大火熬制成鹤地红的药汤，才可助我解毒。你说的这些东西，一时哪能寻起？你别是故意糊弄。镇上各处药铺子、果铺子、茶铺子都能集齐，我们一起去寻，定能集齐。我相信李大哥。用不着你，有我们呢。我去找。你安心治好小姑娘，其他交给我们。劳烦准备3大桶热水，乔姑娘最后解毒可用。是。本是朝着我来的，终究还是连累你了。李先生，水我烧好了，我家小姐如何了？能开门了吗？李先生。尊上，木冕山庄情况有变。小雨，小雨，为了他滥用真力，元气大伤，命都舍下，值吗？怎么样了？里面什么情况？李先生关着门，一直没回应。李莲花，我们已经备好所需，关先生他们已经在熬制汤药了，里面情况如何啊？李莲花，
到底什么情况？你倒是吱一声啊！不想让他们知道，我可以帮你。你想做什么？在干什么？别过来！狄飞生，你想让他活命，一个时辰后半山关禁庭，拿燕王寻命来换。外面，你受伤了？是被狄飞生伤了吗？我没事，只是旧疾发作了而已。你快去追。偏偏这时候旧疾发作，来，可以先坐下。怎么样？你药在哪儿呢？啊？在莲花楼里面。你现在去给我拿一下。去啊！去啊！行，你撑着，我马上回来。必查毒法如虫噬骨，毒中会湿透脏腑头髓，开始是短暂的失聪失明，而后渐渐无感进去，发疯、丧命。尊上，他身上毒素已清，只是被点了睡穴，仍未醒。属下没想到，尊上竟会帮李相夷遮掩。李相夷还欠我一场比试，我不能让他这么轻易就死了。何况二人较量，本就无需这种下作手段。角力桥这番背着尊上出手，是发现李相夷未死，要引他现身。角力桥为何这般在意李相夷的死活？他和我已经不是一条心了。你即刻回去盯着他的所有举动，清点一下金元盟到底还有多少可用之人。是。狄飞生，你要的人我给你带来了，我只要完冕安然。他的毒已经减了，现在好得很。外面，外面，外面，相夷。金元盟不过是为了制造恐慌，给我们施压罢了。狄飞生要用你的性命要挟我，让我放了燕王寻命，
一个阎王寻命怎么能抵得过你重要？给他便是。狄飞升给我解了毒。自然，那个李莲花还自称能给你解毒，我既然信了他，任他胡乱折腾。我现在只庆幸，还好金渊盟有所求，除了狄飞升，也没其他人有这个本事了。只是，今天是我们的大好日子，我却没能护好你。我不是没事了，我们早料到金渊盟会来挑衅的，只是他们这般设计，就只为了阎王寻命吗？婉莲，刚刚我的意思是，以后不管是金渊盟还是任何人，我绝对不会让他们再有机会伤你分毫。我与几汉佛他们还有些事要商议，你身体还需多休息休息。我是来告诉你，李相夷，他还活着。相夷，杨仲满，我体内有杨仲满内力，我见到相夷，不是梦。怎么可能？你最爱的桂花糕，我可是排了很长的队了。这绳结又是你自己挽的，是不是啊？跟别人倒格外不同，解都解不开。怎么会一模一样？是你，我真傻。你活着，你还活着。李大哥，你可还好？还好，就是有一点点头晕，好多了。关大哥开了方子，方豆病去抓药了。你先喝口水，润润嗓子。啊，怀一时喝不下了，也不渴。我真担心你。这救急呢也无伤大碍。四姑娘，你的伤……我不要紧的，关大哥说他有办法，他会治好我的，你放心。啊，对了，李大哥，今天我收到了爷爷的来信，他说冰片跟祭文没有查到，但是你拿的那香，他确定就是南印香。这南印香的效用，可和芷玉姑娘说的一样。这就是南印的第二大秘术。乃吴心怀所制成的迷香，燃之可让人陷入愉悦的幻境之中，失去痛感，任人宰割，被活剥人皮也不会挣扎。若以大量的南印怀香对付习武者，
会致习武者散功，武功尽废。到底是谁将这吴兴怀用在了师兄身上？说是金元盟三王劫杀师兄，确实不需要如此才是。不过，南印已经灭国了，吴兴怀也越来越少。这香可是相当稀少珍贵，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拿到大量的南印吴兴怀香的。对了，李大哥，说起南印，今日我撞见角力桥时，发现他在用南印画，画意我虽辨不出来，可是我确定，那就是南印画。我听我爷爷学过，他定不知我能听分明，否则非要我的小命不可。角力桥，其实，爷爷这次来信，也是来催我回家的。可李大哥，我想，其实我想，你想什么？今日发生这么大的事情，不出3日便会传到苏爷爷那儿去。你还想他老人家挂心担忧吗？况且你脸上的伤，若想早日痊愈，就得回家疗养，此事最不可耽搁。赶紧回去收拾行李，明日一早就走。乔姑娘，这么晚了，怎么都不休息啊？我重病中产，多得先生相救。可我的毒是扬州慢解的，先生怎么说？哦，乔姑娘，你的毒并不是我解的，是狄飞山出手给你解的。是吗？先生拿着我绣给相宜的香囊，却告诉我说相宜已经死了，眼睁睁看着我把香囊付之一炬，还叫我放下，安心向前，是故意为之吗？你说他死了，刻意将他的死描述的面目可怖。你让我把故人留在故事里，可你告诉我，
死去的人是怎么又活过来的？又是怎么救我性命的？向一18岁那年练成扬州慢，我和他日日在一起，一朝一夕，一夕一暮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。你骗得了别人，你骗不了我。你为什么不转身？你还在怪我吗？你怪我，在你去东海之前写的那封信，是不是？如果你想骗我，可不可以看着我说？向一，你还恨我是不是？明明你就近在咫尺，我怎么会认不出你？我等了你10年，你是不是在怪我？所以你宁肯出走10年，也不肯回来给我一个心安，是不是？阿敏，你看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吗？我看到你现在有了自己的生活，我为你感到开心，也为你感到幸福。向一，为什么你变了这么多？我在你身上已经看不到向一的影子。这10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当年我跌入海里，只是挂在了狄飞升的船牢里，没有沉下海去。我回去过四顾门，也看到你给我写过的信。后来，我只不过想换一种活法。不是的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喊我要跟你分开，所以才一走了之的吗？并非如此的，安眠。我突然想明白了，以前那个颐指气使、不可一世的李相夷，确实已经死了。不是的，我当时给你写那封信不是那个意思。他是别人追逐的过，他的耀眼也会伤人的心，也是我永远都追不上的。可那又怎么会是他的错？知道我有多后悔吗？这10年来，我不断的梦见你，梦见你最后快出门去的那一刻，我拼尽全力拉着你，可我醒来只知道这一切都无可挽回罢了。你既然已经回来，为何不与我们相认？往事已经过去了这么久，我很累的，我只想自在。那你为何又要在我大婚之时出现？我答应过你，安眠，要把最甜的喜糖留给你。从前的我，誓约你的事太多，至少这件，我要做到。在普渡寺，如果不是你告诉我说他已经死了，我不会嫁给自己。
你伤心的不是你嫁给了子敬，是你没有后悔嫁给子敬。相依，你还是这个样子，能用一句话杀死一个人。阿敏，你喜欢子敬，依靠子敬，这并不是错。不爱一个人啊，也不是需要自责的事。那你不恨我吗？恨过。早些年的时候，我什么人都恨。后来才又想明白，那都是我自己的问题，是我太自负了，也是我自己一意孤行。凭什么李香怡就要所向披靡，无往不利？阿敏，从前你我相遇相知，那个时候的我年少无知，也不懂我们的感情到底是什么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这么说什么意思？你是说，你从来没有爱过我？那个时候我们年纪小，一切都做不得数。阿敏，人生过半，你我也都不再年少了，该忘的都忘了吧。我救你呢，是出于朋友的情谊，你不要误会。你也很明白我这个人，最不喜欢的就是被很多的事情牵扯。如今天地广阔，这样自由自在的，是我想过的生活。还要麻烦你，不要让别人知道我还活着。我是真心希望你和子敬白头到老，天长地久。10年未见，你就没有别的话想对我说吗？还当如何？10年太久了，阿敏，今日你我该好好告一个别，过你自己想过的生活。好。好。我再问你一次，李香怡真的不回来了吗？不回来了。你这般喜欢糖豆，哪像个大侠？谁说大侠就不能吃糖豆了？到时候喜宴上，我要给所有人都吃这个糖豆，好吃吧？还不错。那就再来一颗。你日日忙那些大事，总是让我看着你的背影，我真的好累。
看来飞鹰帮真的出事了。阿敏，我现在得出去一趟。啊，对了，阿敏，你刚才说什么？算了，等我回来再说吧。天空海阔，我总是留不住你的。阿冕心已倦，进军却无法再伴君同行，无法再哀君荣顾，以此心与君诀别。永祝你身长健，虽无有，还却平生所愿。阿冕。瞒着所有人去死，真不明白你这可悲又莫名的固执。吓我一跳呢你！这大晚上的你不走正门，走这干嘛呢？既然大家都选择了自己的路，又何必自扰？我不懂，但我敬你的坚持。不必了，狄盟主，别跟我使绊子就行。我没让角离桥下毒。我知道，狄飞升呢，向来杀人如麻，但是做事呢一向光明磊落。只是狄盟主向来不爱争辩，我呢，要确认一下。和以前相比，你狡猾了很多。这次狄盟主有意替我遮掩，我欠你一个人情。你带他来做什么？你不是总怨我金渊盟杀了你师兄吗？尊上让我来，是与李门主说明，10年前，我跟炎帝白王还有四象清尊，收到了单孤刀的约战书。我等自是不屑，可到了应战之地时，发现单孤刀已经死了。是师兄向3位约战。